家好，我是云飞。小米最近更新了目前最运动、质感最好、价格也是最贵的手表 S4 Sport。大家也都是非常好奇，这样一块手表到底如何？非常多粉丝可劲催我更新，这我肯定是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所以小米手表 S4 的详细功能分享，这不就来了吗？我目前用了大概10天，只能给大家尽可能的分享一下它的全部功能，肯定会有一些纰漏。然后大家买了的话，可以帮忙补充一下。那么点上收藏投币，我们现在开始，先简单的、快速的开个箱，到了啊，然后给大家开箱，还是特别宠你们的。然后我们一起来先搞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测试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它到底有哪些功能。详细体验之后，再给大家来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体验测评。它的包装就是这样子，小米 Watch S4， 看一下它主要的一个卖点啊。钛金属机身，专业的越野跑模式，旋转表冠 ，eSIM 独立通信，独立卫星定位，小米澎湃 OS。然后它有一个小卡片，它这边它是会写具体我们怎么使用这些功能。然后呢，背部的话，它是有一个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个离线地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教程。哇，这个质感还是非常棒的啊！叮，整一个的质感确实是目前小米手表里面最好的那一个档位啊，特别是这个表冠是有 Apple Watch Ultra 那个感觉啊。然后它应该是需要充电开机啊，充电器是这种直系的触点式充电器。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全可靠啊，唯一的这个缺点就是这种科技感不强。因为上次我在开箱的时候，大家都说都这个价位了，还没有用上这个无线充电。像佳明的一些手表其实都是使用的一个触点的充电啊。然后给它插上电，然后应该是马上就开机了。OK， 开机了。小米 HyperOS，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好我们的手机，然后打开小米运动健康，添加设备，我们直接使用扫一扫，然后这里就弹出了我们的这个设备，同意继续。哎呦，它这个动画还是挺不错的啊，它这里一来就有新的固件啊版本，我们升级一下。这款 S4 的尺寸应该是算比较大的那一号啊。46.9毫米乘以46.9毫米乘以12.6毫米，然后重量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和表带一起的话是74.2克，这对于一些小手用户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偏大。我的手是中小，戴上去大概是这个效果。为啥大家都觉得这个质感提升都非常大？它这个整个机身的都是航空5级全钛机身，双面的蓝宝石玻璃，然后这个表冠细节的处理是真的挺高级的，不过就是和 S3 没啥关系，看着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产品。外观方面确实是按照这个运动手表来设计的，正面是1.43英寸的 OLED 屏幕，底部是高精度的心率血氧传感器模组，底部的过渡是比较平滑的，表带是22毫米，这是快拆。表带的固定位置应该是针对运动使用了更牢固的安装，多了一段锁扣，会更稳定一点。我在这段时间里面是同时佩戴它和苹果 S9， 后面涉及到数据部分，我会和苹果手表做一些对比。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详细的应用介绍，来看看小米的运动手表会有哪些不一样的点，会比较详细，所以视频也会比较长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想购买的人。那么我们开始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整个小米手表 S4 它到底有哪些功能。先来看一下它的表盘，下拉是它一个信息中心是有这么一些通知。它的清除全部是在最上面，然后比如说这个验证码，我们也可以点击进去，可以看到这些。然后上拉是它的一个控制中心，它是有勿扰、静音、台湾亮屏、网络、飞行模式、设置、手电筒、多端联动、省电模式、找手机。这个是排水，左右滑还是一样的，就是小米手表的这些功能啊。然后也可以改布局，它有4种布局，这都是可以改的，然后也可以增加这些组件。然后表盘的切换同样也是长按切换啊。然后小米这回的表盘它多做了非常多的样式啊，我们可以再看一下，你看它都有几个样式，还是挺骚的啊。这点是一个比较大的升级，它的样式非常的多。然后它的这个锡屏表盘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锡屏表盘的亮度它是比较足够的，它不会像小米手环7一样，就是它那个亮度会比较的低啊。这就是它首页的一个全部的功能。然后还有它的按键，
它是有3个按键，一个是表冠，一个是上键下键。上键目前的话，我是设置一个联系人，长按的话，我现在没有设置东西，然后点击它是进入所有的功能，这个可以去设置里面去设置它，自定义上键可以电话、训练状态、运动，还是设置成运动会比较方便一点。下键就是一个返回的功能啊。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手机上面的一个表盘，它到底有多少啊？这是小米手表 S4 Sport 它整体一个应用的全部功能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先来看它的全部表盘，我们可以发现它目前的表盘还是和小米手环9一样，它都是切换了一个新的显示方式啊。样式的话现在也是挺多的，还是一样的。我晚点会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它全部的表盘，然后它和手环不同的是，我们点击进去可以看到它是有2个表盘的样式，然后我们直接看一下它现在比较热门的探险之旅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是有非常多的表盘样式，我是很喜欢这个表盘的啊。然后我们找一个我没有下载过的表盘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一个表盘安装的速度啊。小米手环9的速度是挺快的啊，你就看这个吧，它有2.54兆，我们下载并使用，直接下载。它这个速度也是非常不错的啊。然后它现在在表盘的下面，它是会有一个耗电等级啊，从1级到3级，这都是1级的表盘。然后我觉得小米的表盘可以设计的更动感一点，但我理解它是以实用为主啊，但是我觉得可以搞一点点骚的，让用户自己去选择。就下载这个吧。下完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它有多少表盘，所有的表盘都给大家简单看一眼啊。它这个颜色还可以自己自定义的，还行啊。然后不同的表盘它可以设置不同的功能，你看这个是样式，功能是日落这些，然后也可以设置成好多东西，这个是不错的。我还是非常期待，如果有第三方表盘的话，它肯定能整出非常花的活，因为它的内存是非常大的，它是有25个 GB 啊。然后给大家截一下所有表盘的图啊。一如既往，小米的手表表盘是非常多的，但是我个人觉得没有那种特别屌的那种表盘啊，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。它的表盘相较来说没有手环9那么多啊，但是也有将近快200款了。好，我们点击这个表冠，它是进入了所有的程序。它默认的话，它是这样网格排列的，但我们还是把它切换为单列显示，这样会更容易我们来分辨。它第一个是联系人，它点击进去的话是会有一个我们最近联系的电话，通话记录可以看一下，截止到目前的通话记录，它这上面应该都是有的。然后联系人，然后拨号键盘。它拨号的话，手机这边它是直接也会同步过去的。好，第3个是这个信息，然后第4个是训练状态。然后目前的话，我们是在一个维持体能的一个状态啊。然后跑力指数，这个需要我们去跑步，它才会有这么一个参数。恢复时间0，最大摄氧量，场景预测。然后运动，最近用的比较多的是泳池游泳和登山。然后我们先看它有哪些东西，有这几个选项是由松拓支持的：登山、户外骑行、越野、徒步、室内攀岩、户外攀岩、单板滑雪、双板滑雪，应该是那些数据是由松拓支持的，其他的应该都还是小米自己的。这个运动方面肯定是非常多的。大家都让我来测测小米手表 S4 它的一个专业记录的一个能力。我们今天来到江苏镇江的垂山，然后一起来对比一下这个小米手表 S4 和苹果手表 S9， 然后看看它们俩的一个记录能力，以及它具体能够记录哪些信息。那我们走着，然后我们点击它，然后在下面有一个由松拓支持的登山，确定，然后它搜一个 GNSS，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下它搜星的能力，现在是在山底，应该会快一点吧。好，搜到了，我们 Go。好，这边是我们的苹果手表，开始登山，正在开始你的体能训练。好，已经开始了啊。好，我们走吧。
它有一个这个分段的功能。刚才我按了2下，它是可以记录当前的一个分段。我按一下，你看本段时长37秒，然后距离14什么什么的，还是挺好的。它在结束之后，它是有一个轨迹图的，然后这里是有一个由松拓算法支持，然后我们是运动了40分钟，待会儿我们和苹果的一起对比一下。然后下面活动卡路里、平均心率、步数、最高的海拔，然后平均海拔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海拔上升的图，然后平均的心率、心率区间，然后这个是速度，然后这是一个训练的效果。训练时间、恢复时间，刚才我给大家提过，它有一个分段数据，我们可以点看一下。这里我是分了5段，都可以看一下每一段的速度、还有距离、还有时间。OK， 还是挺不错的啊。再来看一下苹果的，是圆环，这里有一个徒步1.23公里，我点进去，苹果的相对来说这个数据就会非常简单啊，也差不多40分钟，然后。动态显卡步数适中，然后爬升高度是165米，它们的数据都是非常吻合的。小米的是上升了167米，苹果的是上升了165米，现在的这个小小的误差是2米啊，我觉得还可以，非常不错了。然后这个乳酸阈值它是需要我们用尽全力去跑个30分钟，这个我暂时没有测，它是慢跑10分钟，然后再极限跑30分钟。应该要跑个90分钟啊！跑步课程它是有基础跑、进阶跑、基础慢跑、基础燃脂跑、进阶燃脂跑，非常的多。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运动界面，它是比较的偏专业风格了，有了明显的区分，这点是还不错的。然后活力指标这个就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啊。然后运动记录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几天的一个记录啊，你看。还是非常的多的，骑行，然后游泳、骑行、游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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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登山，我是真的尽了全力去测它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登山的一个东西啊，它是有综合卡路里、步数、最高海拔，然后平均心率、平均海拔的一个图，心率的图，心率区间，然后最快、有氧、恢复，好。然后，而且它还是有一个那个分段记录，这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，不确定是不是新增的东西啊。然后地图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具体是怎么导入的啊。好，现在 Windows 电脑上，然后我们再进去刚才的那个网页啊，连接到 Windows， 它会跳一个文件传输模式下载页面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比如说我要把江苏的下载下来。但是一般来说，我们只需要下载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，比如说我们就在常州市，我们就下载常州的，它这里会有教程，我们先下载下来再来看吧。常州下载，好，再下载了。下载解压之后，它会得到这样一个文件夹。假如说我们是导入一个区域的文件夹，我们是直接进去里面，到这个6到16的文件夹里面复制它所有的内容，全选，然后复制进去。如果你想导2个区域，然后你先复制一下，然后再到另一个文件夹里面去到这里，然后张贴一下，然后选择全部，然后再进去。这里连接到 S4 之后，它会有一个文件夹，它是有25个 GB 的内容，然后点进去这个 MAP 的文件夹里面，然后进行复制。这个时间应该要非常的久啊，因为它就是一个触点。它这个是大约是40分钟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属性现在是多大。现在的内容是 1.13 个 G， 它总共需要耗费的时长是40分钟，然后这个我也不去动它吧，还是比较夸张的啊。40分钟之后这个电脑都估计要没电了。好，我们就先这样，然后导完之后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具体的效果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户外啊，然后我们点击地图，它会有一个搜星的过程。这边我们是在5星公园里面，这边可能会要一会儿。好，搜好了，你看，它是比较准确的定到了我们在5星公园的一个边缘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使用表冠去缩小地图的范围。那我是下载了常州市的一个地图，
然后你看别的地方它就是黑的。然后我继续往前，然后这个是在地图外了，但是我们只要按一下这个表光，它就是回来这边放大，而且它也是实时更新的。比如说我现在转它的这个方向，那它是能够识别到我们是在往哪个方向。再转一遍，你看走，它这个反馈还是比较快的啊。这就是它的一个全部的功能，它这个离线地图就是这个作用啊。导航这个需要去小米运动健康 APP 里面去下载轨迹文件。轨迹文件的话，应该是在路线管理里面，我们从路线库导入，需要自己导入这个 GPX 格式，或者直接在运动记录里面导入路线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运动记录，比如说这个登山。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记录，然后导出至我的路线库。好，导出成功，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路线库里面去查看它。我的路线库这里会有一个，那这里传输至手表。好，我们来手表端看一下，导航开始，短按进入导航，然后退出编辑，进入导航设置，调整比例尺完成。然后这里它有一个海拔的剖面图。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偏航提醒，这个可以我感觉我得到详细的这个测试里面去给大家演示啊。然后这是元气值，大家应该也都非常清楚这个元气值啊，就是一个小指标吧。7天内如果达到100就元气满满。然后心率啊，现在它是能够准确检测到是未佩戴的一个状态，全部都是一个热身。近30天的静息，我这里只有10天，然后全天，然后高心率、低心率都有睡眠，然后这个睡眠时间我们就简单跟苹果的对比一下。我们从他们的这个对比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睡眠时间是非常接近的，但是核心睡眠或者说深度睡眠的话，它这个区别还是会比较大的，不管是第1天还是第2天，还是其他的数据都是有比较大的差别，所以这个可能取决于各家不同的算法对于深睡眠、浅睡眠的一个定义啊，这个就没有别的太大的参考价值，咱们也不好说谁对谁错，对不对？大家就是这个深睡、浅睡看个乐就行了。然后它会多一个温度，它这个测量皮肤温度，我觉得还是测量的挺准的你看，现在可以点一下测量，它是要佩戴10分钟之后，我现在是没有佩戴10分钟，那我待会儿给大家再补一个吧，血氧、全天血氧这些都有。呼吸训练，它现在这个呼吸训练它是有好多东西啊，呼吸训练它是有缓解焦虑、凝神专注、小气助眠、酣畅安眠。看一下它的区别啊，看一下这个1分钟呼吸4次，缓解焦虑就是比较慢的。然后我看一下这个凝神专注是什么样啊，分明式呼吸，呼吸6次，刚才是4次，现在是6次。看一下这个1分钟呼吸3次，这个就是区别啊。安眠的话是1分钟呼吸6次。好的。好，女性健康，这个也懂得都懂啊。压力，压力分布，全天压力检测。米家。它是会显示咱们这个家庭，然后需要自己去设定一些全屋智能那个智能捷径，然后它会自动出现在这里。然后多端联动这个东西，我这里并没有太多适合多端联动的东西，所以我这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。这个适合真正全屋米家的，我那个米家是一点点自己加起来的，所以不太行。融合设备中心可以直接看到我的手机，它是在播放这个。这是非常直观的那我点下一区，然后这边它有音源是否选择蓝牙耳机，那这里调整它的音量。天气这个就非常直观啊，小米的天气是比较准的那种。卡包 NFC 然后交通卡这些都可以在这里。小爱它这个识别的还是非常准的啊，但是它会有一段时间，就是你点它不一定能识别得到。现在是识别的很好啊，然后它也有 S3 手势控制，那个是挺舒服的，但是手势控制也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它
呼出来之后，它并不会自己主动去退出，需要我们手动去退出，这点也是，我觉得需要去优化的一个点。日历，待会我给大家仔细演示啊。这里它会多一个今天，然后我们可以点进去，然后这也可以看到它是有日程的，这是非常棒的啊。然后日程这个就是同步的，代办我这个不怎么用，它这个和手机也是同步的。哇，它这个是很细节啊，它这个代办是直接叫小爱给添加进去的。今天下午叫我去游泳。你想定几点的？1点半。好的，下午1点半我会提醒你游泳。那这里会多一个游泳，还是挺 OK 的啊。然后录音机，1234，1234，音乐，这个是手机的音乐啊，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手机音乐。那我们也可以选择手表音乐。这个音乐暂时是没有秒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能否后台运行，它是不支持后台运行的。然后大家说可以先让它熄屏，然后再去后台看一下能不能熄屏啊，它好像并不能熄屏。秒表没有办法后台，我们看一下闹钟，闹钟这个是和手机联动，然后看一下倒计时，它好像也没有办法出去，但是它可以进去运动里面，看一下能不能叫小爱出来。回到桌面，哎，真的出去了啊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还在不在倒计时，还在倒计时，所以是能把它给卡出来的。你看，这就回去了。哎，我再试一下啊，看看刚才的那个能不能秒表。那它其实也可以出去的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它确实是没有办法后台。OK， 气压计。这是一个气压，然后这是一个海拔，然后这边可以点一个设置恶劣天气预警。那这个呢是输入当前的高度可以去校准，然后可以使用 GNSS 校准。然后这是一个指南针，然后遥控拍照，这里可以设置时间，然后世界时钟，找手机，这个非常简单啊。然后手电筒，然后它有2种模式。支付宝不用讲了，这一个绑定。然后设置，在设置里面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表盘的管理，是否开启这个长按表盘的一个更换。然后这里会有个更换表盘，我们可以这样子，然后也可以直接进入这个表盘的一个管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互联网，我们现在是没有开启 eSIM 的，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开的。那飞行模式这个也没有办法。声音与震动，目前是一个静音模式。然后闹钟音量、媒体音量、铃声音量、运动音量、震动提醒、震动强度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震动的标准，它的这个震动是非常的强的啊。然后显示与亮度，它是一个自动亮度，现在是，然后也可以开启阳光模式。然后熄屏时间我现在调的是最长的300秒啊，就是5分钟。台湾亮屏，这个是全天开启，建议大家可以开这个定时啊。然后双击亮屏，遮盖熄屏，熄屏显示，然后默认的熄屏样式。然后消息通知，勿扰模式，快捷手势，这个就是我说的向外内方，然后这个手势校正手势说明，这个和 S3 是一样的。然后它也有自定义手势，比如说上下方转。就是呼唤小爱，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它是不会自己返回到主页面的。然后就算是我们再来一遍，它也是只能再进去。你看，它就是不会自己主动去返回。我感觉是需要再更新一下，因为从 S3 它过来，它一有这个功能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到现在还没有更新啊。应该是不操作它就回到桌面。好，然后第二个是这样，换一换，它是手往这边甩2下。我设置的是手往这边甩2下就可以开启微信的支付。那我知道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啊。然后这个依然也是需要自己去主动去点掉它。是运动识别，它是能够比较快的识别到我在那个骑车，使用偏好，表框唤醒小爱，然后布局自定义上键，那可以自定义这些东西，还是非常多的啊。设备密码、电池里面是可以开启超长续航的，这就完了。设置就这些功能，然后再往下就是一些第三方的 APP 啊，比如说好听、喜马拉雅、QQ 音乐、韩语纵横、微信这些，但是这些应用都是需要手机开启，所以我这个并不过多的做演示啊。
而且有一个我暂时没有理解的是，它这个是出厂就全部安装上了，而且没有办法管理。目前来说，小米运动健康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卸载这些东西的，所以这些东西全部在这。不过它的内存也是够大，25GB，所以这个内存方面不用操心。然后还有就是微信，微信它是全功能的啊，然后待会儿给大家演示。那这就是它所有的功能。然后我们这边是已经下载好了百度地图，然后这边点击打开。它需要在手机端百度地图发起步行或者骑行导航。那我们去搜一个天街，洪湖天街，然后我们到这去，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步行 ，OK， 这一点开始导航，接受。然后它这边就会出现一个提示，沿道路向东北出发。好，我们走一段吧。好，它现在更新了，一个是沿道路向东南出发，还是我个人还是希望它是有一个那个和地图结合起来的导航啊。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连接自己的耳机，往上拉，进入设置，网络与连接，蓝牙，然后再打开我们自己的耳机，然后把那个配对模式开一下，然后在这边搜索，它就会搜索到。现在我是连过了，所以它直接就连上了，还是非常简单的。这就是一个连接耳机的一个步骤。然后还有一个微信，就比如说这是一个朋友给我发的一个图片，我们直接点进去，然后它加载一下，然后我们可以查看到这个图片，我们可以看到图片的略缩图，但是没有办法去打开来看的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回复一个真厉害，然后或者可以回复表情。它和 S3 那个我感觉是一样的啊，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智能手表上的这个微信要有一定的预期，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。好，正常我们可以进去，但是如果你有很多的这个微信群聊的话，我感觉是比较麻烦的，因为这会造成你看不到那个信息啊。整体看下来，你觉得它值这个价吗？我目前的使用时间是真的不算长，具体的使用感受也是真的不太多，就感觉它是一块质感非常好的手表。硬件上肯定都是非常不错的，但软件上我觉得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。目前在功能上，我感觉和专业的表它还是有差距的，在监测的准确度上是可以的，然后在增加功能的基础上，相较于 S3 没有阉割功能，这点是可以的。而关于 eSIM 这块，我是使用的移动卡，所以它并不能开 eSIM， 这点是有一点可惜的。而它的续航，目前我体验下来没有特别的持久，就还是正常智能手表的水准。我是开启了所有的功能，开启了息屏显示，台湾亮屏也是全开，续航的话就还是6到7天左右。加上最近几乎每天我都去学游泳，感觉这个续航还得再掉1天的样子，保守下来5天是没有啥问题的。其他方面它就是一块很不错的小米手表，可以接电话、打电话，可以收发微信，可以使用离线地图，可以使用播放器，可以联网播放歌曲，也可以连接蓝牙耳机。然后就是米家、小米的生态联动等等，就是这样一块都有的手表。具体你想要了解其他方面内容，你可以给我留言。如果问的人多，我可以再出一期长期体验的视频。不过要看的话，就得先等等了，等我继续体验体验。看到这，你应该会有那么一点点了解小米手表 S4它可以干嘛了，有什么功能？你觉得它怎么样呢？来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和使用感受吧。大家还有啥疑问，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一起来讨论。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要个3连，不过分吧，记得多多支持。我是云飞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